要不要学荷兰语好呢？学荷兰语难吗？不学不可以吗？学了有什么好处？能赚多一点钱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晕。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一开始先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来荷兰是为了体验国外生活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给你两个选项。第一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圈子。第二，加入外国人的社交圈。在听完我会说荷兰语前后的经历，我相信你绝对会有一个答案。在我来荷兰之前，听说了在这里用英语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很多外企也不会强制性要求我们一定要会说荷兰语，所以到这里以后的第一年，我并没有用心的去学这门语言。直到有一天，麻烦不断的找上门了，我需要联系市政府和税务局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们根本无法交流，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。当时候的政府部门不像现在有英语专线，那时候的政府部门只说荷兰语，我崩溃了。那时候的处境给我带来了许多不便。政府部门所寄来的文件我根本看也看不懂，每一次我要知道他们写些什么说些什么，我都需要别人来帮我翻译和对答。那时候的我根本无法一个人去政府部门，因为我听不懂也看不懂荷兰语。还有一点就是在聚会的时候，当荷兰人一起开怀大笑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笑些什么。等他们笑完了之后，有人给我解释我们刚才是在笑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面无表情的说一声好的。在遇到这些处境下，我决定用心的去学荷兰语，不求能说得多流利，只想我能听得懂他们说些什么，看得懂他们写些什么。我现在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当初下定决心把荷兰语学好的这个决定，给了我很多意外的惊喜。首先，我不再需要任何人帮我翻译了，我独自一人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也不再是问题了，我还听得懂荷兰人的笑话了。虽然说在荷兰生活会英语对于学习和工作是够用的，但是总觉得和这个国家格格不入。我在这里生活挺多年了，我还是能感觉到荷兰人更喜欢待在自己荷兰人的圈子里，所以如果完全不会说荷兰语，就相当于会和一些荷兰社交圈和活动无缘了。当荷兰人遇到荷兰人的时候，他们自然而然会说荷兰语，就像当我遇到华人的时候，我自然而然会说华语，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。其次，会令我有小小的骄傲的就是，每当我表示我是听得懂荷兰语的时候，荷兰人的眼睛都是发亮的，这也包括了我的面试官。虽然说90%的荷兰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但是荷兰语才是他们的官方语言。作为外籍人士的我，怎么也无法反客为主，要求荷兰人放弃母语改说英语吧。所以在面试的过程中，如果能够展示简单交流的荷兰语，HR 肯定会对你印象深刻，这比你是优等生还要管用。他们都非常欢迎会说荷兰语的外国人，在求职的路上，这是一大加分。会说和看得懂一些简单的荷兰语，在某一个程度上，我们除了可以独立生活之外，我们也看得懂餐馆里的菜单、路标、超市里的食物配料等等，我们就不用再拼命的 Google Translate， 在生活上会变得更加方便。还有的就是，当我会说荷兰语之后，我就不再迷路了。对于是路痴的我来说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可以用简单的荷兰语问路，在这一方面，我特别的有满足感。朋友都说荷兰语不像是英语，它不是一种全球性的语言，但是荷兰语并不只是在荷兰使用哦。比如说 Aruba、Belgium、Curaçao、Saint Martin、Suriname、South Africa、Namibia 这一些国家都在使用荷兰语，这已经是一石七鸟了。
其实啊，学荷兰语也是了解荷兰的一种方式，真实的向你展示荷兰人的生活，荷兰人所争论的话题等等。很多人觉得荷兰语难，我认为是一种错觉。我做过一期视频有关于如何免费学荷兰语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整体来说，学荷兰语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难，但是很耗时间，可是回报是很高的。如果现在让我做选择，我会一来就开始学荷兰语。至于该如何做决定，那就要看个人的未来规划了。如果是明确不留在荷兰工作和生活，那就省省力吧。但是我知道大部分人对于未来并没有明确的规划，很多时候只是有一个大方向，走到哪算哪，多少还是希望能留在荷兰工作一段时间的。我们来简单的算一笔账，如果在2年内能够把荷兰语学到能用来交流的程度，然后在荷兰工作3到5年后就离开，这笔时间投资报酬率你已经不亏了。反正出国最大的目的不就是体验生活吗？既然要体验国外的生活，就要融入当地人的生活。当然了，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想法，我无法告诉你该不该学荷兰语，这就要看自己的选择和意愿了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你分享和转发给更多你认为会对他们有帮助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